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人类简史》。7万年前，一个智人小孩在洞穴深处瑟瑟发抖，指尖抠着冰冷粗糙的岩壁，耳边是剑齿虎低沉的喉音，火光在他瞳孔里剧烈跳动。他明明知道周围只有几个族人，却坚信黑暗中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审视自己。那种被无形力量支配的恐惧，像极了此刻你盯着手机屏幕，担心下一秒就被世界抛弃的焦虑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掌控生活，其实只是被脑子里那个虚构的故事吓得不敢动弹。这本书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是个有点冷酷的历史学家，他不讲那些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，反而拿着手术刀，把我们人类自以为傲的文明一层层剥开，露出里面血淋淋又荒诞的真相。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心里挺抵触的，觉得他把人说得太不堪了，可读到后面后背全是冷汗，因为他说的每一个字好像都在描述我昨天的状态。咱们今天不聊宏大的历史进程，就聊聊这本书里那几个让我半夜坐起来发呆的概念，看看我们是怎么从一群在非洲草原上捡圣骨的猴子，变成现在这样一边焦虑脱发，一边还要假装岁月静好的现代人。先说说那个让我愣了好久的起点，也就是书里讲的认知革命。赫拉利说，大概7万年前，智人突然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，让我们的大脑学会了讲述不存在的事物。这听起来很玄乎，对吧？书里举了个特别生动的例子，说是当时的智人能讨论狮子是我们的守护神，而尼安德特人只能喊小心，那边有狮子。你看，这就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却决定了谁能在地球上称王。尼安德特人身体比我们强壮，脑子也不小，但他们只能谈论眼前看得到的东西，河水在哪儿，果子在哪儿，敌人是谁。可智人不一样，我们能编故事，能相信一个根本没见过的守护神，能让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陌生人因为相信同一个故事而团结在一起，去围猎猛犸象，去抢夺地盘。我记得书里有个细节，说早期的智人部落里，大家会围着火堆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并不存在的灵，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狂热，手心出汗，呼吸急促，仿佛那个灵真的就在火光里看着他们。这种集体幻觉就是人类力量的源头。我读到这儿的时候，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心想，我现在每天忙忙碌碌，到底是在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那个叫 KPI 的东西吗？还是为了那个叫财务自由的幻想？赫拉利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国家、法律、公司、货币，甚至人权，本质上都是这种虚构的故事，它们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中。只要没人信了，这些东西瞬间就会消失。就像书里说的，标致汽车公司，它不是那些工厂，不是那些工人，甚至不是那辆车，它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法律虚构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相信它存在，它才存在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明天全人类都突然失忆，忘了什么是美元，那绿颜色的纸张就真的只是纸张，连擦屁股都嫌硬。这个观点当时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，让我有点喘不过气。我们每天为了升职加薪拼命，为了还房贷不敢辞职，为了那个所谓的社会地位累得半死。可仔细一想，这些让我们痛苦不堪的规则，不就是我们自己编出来，然后自己把自己关进去的吗？书里还讲了个特别扎心的实验，说是如果把一只黑猩猩关在笼子里，给它香蕉，它不会去抢别的黑猩猩的，因为它只知道眼前的香蕉。但如果你告诉一群智人，只要他们遵守某种规则，死后就能上天堂，或者下辈子投胎成富人，他们就能为了这个看不见的承诺，忍受几十年的苦难，
甚至献出生命。这就是虚构故事的魔力，它让我们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合作，建成了金字塔，发射了火箭，但也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折磨。我想起上次开会，老板在台上唾沫横飞地讲着公司的愿景和使命，台下的人一个个点头如捣蒜，眼神里却透着疲惫和麻木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我们就像7万年前洞穴里的那群智人，围着火堆，听着一个关于未来会更好的故事。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明明累得想哭，却因为相信那个故事而不敢停下脚步。这种被虚构概念绑架的感觉，真的太让人窒息了。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，其实只是在维护一个大家都愿意相信的谎言。赫拉利在书里写得特别冷静，他说，这种能力既是我们的超能力，也是我们的诅咒，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合作，也让我们能够欺骗。我们不仅欺骗别人，更擅长欺骗自己。书里提到，早期的狩猎采集者，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。相反，考古证据显示，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3-4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在聊天、玩耍、照顾孩子。他们的饮食多样化，营养均衡，很少遇到饥荒。因为没有储存粮食的习惯，也就没有囤积居奇的焦虑。可是，当我们开始相信积累财富这个故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开始耕种，开始定居，开始为了那一小块土地争得头破血流。这里有个特别讽刺的细节，赫拉利说，小麦这种植物其实是驯化了人类。原本小麦只是野草，分布在很小的区域，但因为人类想要更多的小麦，于是砍伐森林，引水灌溉，弯腰除草，背疼得直不起来，脊椎变形，牙齿烂掉，只为了让小麦遍布全球。从进化的角度看，小麦是巨大的成功，它的基因传遍了世界，但从个体的角度看，人类却成了奴隶。我读到小麦驯化人类这一章时，正好是在地铁早高峰，被挤得双脚离地，手里紧紧抓着扶手，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涩得生疼。周围的人都面无表情，盯着手机或者闭着眼假寐。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汗味和早餐包子的味道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一株株被绑在土地上的小麦，为了那点所谓的稳定生活，把自己的一生都抵押给了银行和工作。我们以为是自己选择了种麦子，其实是麦子利用了我们，让我们放弃了自由自在的狩猎生活，把自己锁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里，日复一日的劳作。赫拉利问了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，到底是人类驯化了小麦，还是小麦驯化了人类？这个问题让我久久无法回答。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，为了买更大的房子，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，我们不惜透支健康，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，甚至出卖尊严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掌控命运，其实早就被那些虚构的成功标准给彻底控制了。这种被无形之手操控的无力感，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心里，拔不出来。接着，书里的视角转到了农业革命，这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骗局。赫拉利用了一连串冷冰冰的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。他说，农业革命后，人类的平均工作时间大幅增加了，饮食质量下降了，疾病增多了，人口虽然爆炸式增长，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却急剧下滑。书里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形象，他弯着腰在烈日下锄地，皮肤晒得黝黑开裂，手上满是老茧，嘴里嚼着粗糙的面包，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祖先曾经在草原上奔跑，追逐羚羊，享受着阳光和微风，而他现在却把自己困在这一方田地里，为了那点可怜的收成，耗尽了一生。更可怕的是，农业社会带来了私有制，带来了阶级，带来了战争。因为有了余粮，就有人想抢，因为有了财产，就有人想守。于是军队出现了，
城墙建起来了，国王诞生了。那些曾经平等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跪在地上的农奴。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，看到爷爷在田里劳作的样子。大夏天的中午，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，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干枯稻草的味道。爷爷戴着草帽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贴在背上。他每挥一次锄头，都要停下来喘几口粗气，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一样的声音。那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爷爷非要这么辛苦。现在读了这本书，我才明白，因为他已经被那个勤劳致富的故事给套牢了。他相信只要多流汗就能多打粮，就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可现实往往是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生活依然紧巴巴的。赫拉利说，农业革命并没有让人类过得更好，只是让人类变得更多了。这话说得真狠，但也真对。我们现在不也是这样吗？为了所谓的美好生活，拼命内卷，996、007，把身体搞垮了，把心情搞糟了，最后发现那个美好生活就像地平线一样，永远在前方，永远够不着。我们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，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去，又一次次滚下来，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，是关于家畜的。赫拉利说，从进化角度看，牛、羊、猪都是成功的物种，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野生同类。但从个体体验来看，它们却是地球上最悲惨的生物。书里描述了工业化养殖场里的鸡，它们一生都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，脚踩在铁丝网上，连转身都困难，嘴巴被剪掉，防止互相啄食，最后被送进屠宰场。它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变成人类餐桌上的肉。赫拉利反问，如果这些鸡有意识，他们会觉得这是成功吗？这个问题让我心里一阵发紧。我们嘲笑那些被圈养的动物，可我们自己呢？我们不也是被关在城市的笼子里，每天按时打卡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为了那点工资，出卖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吗？我们以为自己比动物高级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的处境和那些养殖场的鸡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都成了庞大系统中的一个个零件，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和价值。再往后翻，书里讲到了人类的融合统一。赫拉利认为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人类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，金钱、帝国、宗教这三股力量把全世界的人类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。钱是最伟大的互信系统，它能让完全陌生的人合作。书里举了个例子，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穆斯林可能互相仇视，但如果他们都认可美元，他们就可以做生意，可以交换商品。金钱没有气味，没有信仰，它只认数字。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了现在的移动支付，出门不用带钱包，一部手机走天下，只要账户里有数字，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我需要的东西。这种便利性确实让人惊叹，但也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冷漠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，越来越数字化。我们不再关心对方是谁，只关心他有没有支付能力。帝国则是另一种融合的力量，虽然帝国往往伴随着血腥和征服，但客观上它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书里提到了罗马帝国，它把不同的民族、语言、宗教强行捏合在一起，创造了一种通用的文化。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，但结果是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了相似的法律、建筑和生活方式。宗教更是如此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，这些普世宗教打破了部落的界限，让亿万人相信同一个神，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。赫拉利说，
这3种力量就像3根绳子，把分散的人类紧紧捆绑在一起，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世界。我读到这儿的时候，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夜景，霓虹灯闪烁，车流如织，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。我们看似连接在了一起，通过网络，通过贸易，通过旅行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远。我们在人群中感到孤独，在喧嚣中感到寂寞，那种原始的、温暖的、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密关系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书里还特别提到了科学革命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巨变，大概从500年前开始。赫拉利说，科学革命的核心在于承认，以前的宗教和哲学体系都声称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，一切都写在经书里了。但科学不一样，科学说，我不知道，正是因为承认无知，人类才开始探索，才开始发明。书里描述了一个场景，欧洲的航海家们拿着空白的地图，驶向未知的大海，他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可能是宝藏，也可能是海怪，但他们敢于出发。这种无知的态度，让人类在短短几百年间取得了过去几万年都无法想象的成就。蒸汽机、电力、抗生素、互联网，这些改变世界的发明都源于科学的探索精神。我想到自己平时遇到问题，总是习惯于找答案，找攻略，找专家，生怕走错一步。我们害怕未知，害怕不确定性，总想找一根救命稻草抓住。可赫拉利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进步恰恰始于承认自己的无知，这让我有点惭愧，也有点释然。原来不知道并不可耻，可怕的是假装知道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无数的新知识涌现。如果我们固步自封，拒绝接受新事物，很快就会被淘汰。科学革命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，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。它教会我们要质疑，要验证，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。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尤为重要。在这个充满谎言和误导的世界里，保持一颗好奇和怀疑的心，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然而，科学革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赫拉利在书里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：我们真的更快乐了吗？技术的进步，物质的丰富，并没有必然带来幸福感的提升。书里引用了一些心理学研究，说明快乐更多取决于内心的预期，而不是外在的条件。当我们的期望值随着物质的丰富而不断提高时，幸福感反而可能下降。就像一个古代农民，如果他能吃饱饭，就会觉得很幸福。而现代的白领，即使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如果没赶上最新的潮流，没得到老板的表扬，依然会感到痛苦和焦虑。赫拉利说，快乐是一种生化反应，是多巴胺、血清素和内啡肽在脑中的分泌。如果我们能通过药物或者基因工程直接控制这些化学物质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制造出永远快乐的人类？这个想法让我背脊发凉。书里描述了一个未来的场景，人们不再需要努力工作，不再需要追求梦想，只需要打一针快乐药，就能感受到极致的愉悦。那样的世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如果快乐可以量产，那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爱还有什么价值？赫拉利没有给出答案，他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。我读完这一段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思绪万千。我们拼命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？是银行卡上的数字，是朋友圈的点赞，还是内心深处的宁静？如果是前者，那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满足；如果是后者，那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装饰。现在的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怪圈，越是追求快乐，越是感到痛苦。我们被各种欲望驱使着，像陀螺一样旋转，停不下来。书里还谈到了智能设计的可能性。
赫拉利预测，未来的人类可能会通过生物技术、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工程，把自己改造成神。我们可以延长寿命，可以增强智力，甚至可以设计自己的情绪。这听起来很科幻，但其实已经在发生了。基因编辑技术、人工智能、脑机接口，这些前沿科技正在一步步逼近那个临界点。书里提到，一旦人类掌握了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，自然选择法则将被打破，取而代之的是智能设计。到时候，富人和穷人可能不仅仅是财富上的差距，而是物种上的差距。富人可以购买更好的基因，变得更聪明、更健康、更漂亮，而穷人则可能被甩在后面，甚至沦为无用阶级。这个预言让我感到一阵深深的寒意。我想到了现在的教育内卷，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最好的补习班，学最多的技能，其实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如果未来真的可以通过技术来升级人类，那这种竞争将会变得多么残酷。我们现在的努力，在那些超级人类面前，会不会显得可笑又可怜？赫拉利说，人类可能正处于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，接下来的主角可能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物种。到时候，我们是被淘汰，还是被融合？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。我合上书，窗外的天已经微微亮了，街道上开始有了车声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但我心里却多了一份沉重。我们引以为傲的人类文明，原来充满了偶然和荒诞。我们苦苦追寻的幸福，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生化幻觉。但是赫拉利并不是要让我们绝望，他在书的最后其实隐含了一种呼唤，呼唤我们去审视自己的生活，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既然很多规则都是虚构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不玩这个游戏？既然快乐取决于内心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期望，多一点知足？既然未来充满不确定，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珍惜当下，珍惜身边的人？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的解决方案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，但它提供了一个视角，一个让我们跳出框架看问题的视角。这个视角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，虽然微弱，却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我回想起书里提到的那个狩猎采集者的形象，他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行走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和朋友聊天，和孩子玩耍。虽然没有空调，没有 WiFi， 没有信用卡，但他的眼神是清澈的，笑容是真诚的。也许我们无法回到那个时代，但我们可以在心里保留那份自由。我们可以试着不被那些虚构的故事完全绑架，试着在忙碌的生活中偷一点闲，试着去感受真实的阳光、风和雨。赫拉利说，历史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，而是用来拓展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被故事束缚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了解脱的可能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书中另一个让我触动的地方，是关于痛苦的讨论。赫拉利说，痛苦是客观存在的，无论是古代的瘟疫还是现代的压力，痛苦的本质没有变，但是我们对痛苦的解释和反应却是由文化决定的。在古代，人们可能把痛苦归结为神的惩罚，而在现代，我们可能把它归结为自己的无能。这种归因方式往往加剧了我们的痛苦。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，把痛苦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，看作是成长的代价，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以忍受了。书里有个比喻，说痛苦就像背景噪音，你越是想消除它，它就越响亮。如果你接受它的存在，它反而会慢慢淡化。这个比喻让我想了很久。是啊，我们总是试图逃避痛苦，追求完美的快乐，结果却陷入了更深的焦虑。如果能学会与痛苦共处，也许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我还记得书里提到的一个实验，是关于冥想和大脑的研究。科学家发现，长期的冥想练习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，减少对负面情绪的反应，增加内心的平静。这说明快乐和幸福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，而不完全是靠外在条件。赫拉利虽然没有大肆宣扬冥想，但他对东方智慧的认可在字里行间流露无遗。这让我想到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我们太需要这种内心的修炼了。每天抽出10分钟，静静地坐着，观察自己的呼吸，观察自己的念头，不带评判，只是观察。这看似简单的小事，却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它让我们从纷乱的思绪中抽离出来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。其实，读《人类简史》的过程，就是一个不断打破认知、重建认知的过程。一开始，你会觉得世界观崩塌了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中间，你会感到迷茫和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后，你会获得一种释然和自由，因为你明白了，既然是假的，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定义它。我们不必活在别人设定的剧本里，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需要宏大，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只需要真实，只需要让自己感到心安。赫拉利用他那冷静甚至冷酷的笔触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的全景图，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的渺小和荒诞的同时，也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和可能。书里还有一个细节，是关于文字的发明。赫拉利说，文字最初不是为了记录诗歌或哲学，而是为了记账。苏美尔人发明文字是为了记录有多少头羊，多少桶啤酒。这又是一个讽刺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竟然是为了算计。但反过来想，也正是这种算计，让人类建立了复杂的社会秩序。我们现在用的语言、写的文章、发的微信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沟通和协作。文字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，与前人对话，与后人交流。它承载了我们的记忆，也承载了我们的梦想。每当我拿起笔或者敲下键盘，我都会想到这一点。我的这些文字也许微不足道，但它们也是我参与人类文明建设的一种方式。我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我的故事。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书中另一个故事，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赫拉利说，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发现，更是认知上的突破。欧洲人原本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，直到哥伦布扬帆起航，才发现还有新的大陆。这种探索未知的勇气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虽然现在地球已经被探索得差不多了，但在心灵的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角落等待我们去发现。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新大陆，那里藏着我们的潜能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真爱。只有敢于扬帆起航，敢于面对未知的风浪，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新大陆。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止步不前，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放弃梦想。你的故事只有你自己能写。赫拉利在书中还提到了消费主义。他说，现代社会的引擎是消费主义，他鼓励我们买，通过消费来定义自己的身份。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买什么样的东西。这种逻辑深入人心，让我们陷入了消费的陷阱。我们以为买了新款手机就会快乐，买了名牌包包就会有面子，结果发现快乐转瞬即逝，空虚随之而来。消费主义就像个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赫拉利建议我们要警惕这种诱惑，要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。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内心的充实，而不是物质的堆积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做起来很难。毕竟广告无处不在，诱惑无时不在。但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，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消费主义的侵蚀。我想到自己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剁手，看到打折促销
就走不动道，买回来之后往往放在角落里吃灰。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赫拉利的话，问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这个吗？还是只是被故事忽悠了？这种自我反思虽然不能彻底杜绝冲动消费，但至少能让我少花点冤枉钱，多留点时间给真正重要的事情，比如陪陪家人、读读书、发发呆。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，其实才是生活的真谛。我们总是忙着赶路，忘了欣赏沿途的风景，总是忙着追逐目标，忘了享受当下的美好。慢下来，也许会发现生活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幸福也没那么遥远。书里还有一段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，让人触目惊心。赫拉利说，人类的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，气候变化日益严重，资源枯竭，迫在眉睫。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，人类文明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风险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书里列举了很多数据，比如森林面积的减少、海洋污染的加剧、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。这些数据像一个个警钟，敲打着我们的神经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了长远的未来。我们需要改变发展模式，需要尊重自然，需要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，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自己掘墓人。读到这儿，我心里涌起一股责任感。虽然个人的力量很渺小，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改变，汇聚起来就是巨大的能量。比如节约用水、垃圾分类、绿色出行、减少塑料使用，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是对地球的一份关爱。我们不能把问题留给下一代，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星球上。赫拉利的警告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总结，更是对未来的呼唤。他希望我们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智慧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这不仅是为了人类自己，也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。回过头来看，整本《人类简史》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人类的贪婪、愚蠢，也照出了人类的智慧、勇敢。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局限，也看到了无限的可能。赫拉利没有给我们灌输鸡汤，也没有提供速成的成功秘籍，他只是把事实摆在那里，让我们自己去思考、去判断、去选择。这种尊重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。他相信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，相信人类有能力克服困境，这份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它让我们在感到渺小的同时，也感到了尊严。我读完这本书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清醒。以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，现在好像都有了答案。以前很多放不下的执念，现在也能慢慢释怀了。我知道，生活依然会有烦恼，工作依然会有压力，人际关系依然会复杂，但至少我不再会被那些虚构的故事轻易裹挟，不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大喜大悲。我学会了用更宏观的视角看待问题，用更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，但每一粒尘埃都有自己的光芒。只要认真地活过、爱过、奋斗过，就没有白来这一遭。书里最后提到，未来的历史将由谁来书写？是智人，还是我们创造的新物种？这个问题悬而未决，但无论结局如何，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算数。我们的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努力，每一次爱与被爱，都在塑造着历史。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也不要低估人性的光辉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们还拥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们可以选择善良，选择勇敢，选择真实。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，也可以选择一个热情的参与者。无论哪种选择，只要是发自内心的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，你准备好打破自己的循环了吗？你准备好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规则了吗？
你准备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和快乐了吗？也许答案就在你心里，只是需要你静下心来，仔细聆听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路就在脚下。每一次呼吸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次心跳都是生命的律动。愿你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。愿你在忙碌奔波的旅途中能不忘初衷，保持那份纯真和善良。这个世界很大也很小，很复杂也很简单，关键在于你怎么看，怎么走。赫拉利用他的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。现在轮到你了，拿起你的笔，或者迈开你的腿，去书写属于你的简史吧。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只需要真实动人。你的故事独一无二，无可替代。夜深了，星星在天空中闪烁，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风吹过树梢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是在低语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那么宁静。让我们带着这份宁静进入梦乡。明天醒来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是新的机会。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，不管未来会怎样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有希望。愿你今晚做个好梦，梦里没有焦虑，没有恐惧，只有温暖和爱。愿你在梦中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那个自由自在的自己。醒来后，愿你依然保有那份清醒和勇气，去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去拥抱世界的美好。记住，你不是机器，不是工具，你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人。你有权利追求幸福，有权利享受生活，有权利做你自己。不要让任何人、任何事剥夺了你的这份权利。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你是自己故事的主角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书里的世界很大，我们今天只揭开了冰山一角。如果你感兴趣，不妨找来原著细细品读，相信你会比我收获更多，感悟更深。阅读是一场奇妙的旅程，它能带我们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，见到任何想见的人。最后，再次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，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启发，一点点温暖。如果觉得有用，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刀破中成长，在思考中前行。晚安，明天见。